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厉害？竟然在小船上点起篝火烤鱼来充饥，这不是明摆着老寿星吃砒霜，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吗？上期说到，发哥在营地附近发现了一条绿油油的辣条，以及一条与其有肌肤之亲的巨型水蛭。随着周围环境的恶劣变化，很明显已经不太适合继续居住下去了。发哥不得不再三考虑转移阵地，他决定出去寻找新的合适住处。这可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只找苦命人呐！发哥在平静的雨林之中，一路左穿右插划了很久的小船，始终也没能找到相对称心的居住环境。此时，早已饥肠辘辘的小肚皮开始发出各种声响表示抗议。发哥也只能先找一个合适位置歇脚煮饭。眼前这个茂密的水林感觉还不错，发哥立马手棍并用，打掉面前纵横交错的一小部分树枝。这里坐北朝南，通风不错，而且上方还有茂密枝叶，稍微能遮挡一下阳光，用于临时扎寨那真的再合适不过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，毕竟之前的惊喜体验着实让发哥有了一些心理阴影。他可不想正在船上享受美食的时候，突然从树枝上面掉下一条辣条与其共进午餐，那岂不是邻居门口晒花椒，麻了隔壁吗？发哥找到2个支点，迅速将一根木棍绑好，然后盖上一张透明的防水布，这样既可以防晒防雨水，同时也可以防止突然有东西从天而降。接下来就是点火做饭，至于火堆和炉灶选在哪里呢？发哥看了看四周，似乎没有合适的建造地点。突然他直接掀起船头的3块木板，他不会想在船舱里点火做饭吧？这不就是妥妥的拿着菜刀砍电线，一路火花带闪电吗？既然心意已决，那就开始动工吧。只见发哥手脚并用，拿起锯子不停地把新鲜的树枝锯成一小段，然后依次地铺在船底。发哥做事还是一如既往的细心严谨，为了防止火堆烧穿船底，直接铺了2层新鲜树枝，然后把一些干枯的树枝放在上面，一个简易的灶台就有了。看着小船上的炊烟袅袅，发哥连忙添柴加火，生怕火堆一下子就熄灭。既然现在火堆有了，接下来当然是烘烤美食了。发哥很快就把一截小树枝去除表皮，然后用斧头把小树枝从中间劈开，使其形成一个夹子。紧接着再将之前捕捉到的鱼儿整整齐齐地夹在树枝上面，最后在树枝末端用树皮绑紧，防止树枝夹口松开。一个简单的烤鱼串就这样被架在火堆上烘烤。身为一名有着多年野外求生经验的狂人，保持个人卫生是非常必要的，因为在野外生病了，很有可能是致命一击。发哥洗完手之后，连忙拿出前几天捡来的一包零食啃了起来。至于是什么零食，我也不知道，有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看着发哥吃零食销魂的姿势，不禁感叹，能自由的生活，那该多好呀！转眼间，一股焦味扑鼻而来，一条小鱼的尾巴已经被烤焦了。发哥赶紧给整串鱼儿翻了个面，要不然等下只能吃到几条焦炭鱼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今天的午餐也快好了。发哥收起零食，同时把一块木板清洗干净。虽然日子过得比较朴实无华，但每一餐的生活仪式感还是要有的。而这块木板就是他的餐桌。此时的鱼肉外表已经变得焦黄的颜色，发哥用手指轻捏了几下，确认烤熟之后，把鱼肉放在餐桌上，拿出一小包当地的海盐当做调味料，一沾一吃，味道绝了。即使是撒在调料上的碎肉，也不能浪费。发哥为了自身营养更加的均衡，随手摘下一小束香椿的叶子，进行荤素搭配。这种香椿嫩芽不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而且还可以祛风利湿、止血止痛，真是一举多得，何乐不为？看着发哥一撮香椿嫩芽裹上一小块鱼肉，吃得不亦乐乎，真叫人口水直流，连我也想来尝试几口。这可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发哥吃得最舒服的一餐。品尝完来之不易的午餐之后，浓浓的睡意突然袭来，发哥也只好整理了一下小船，用帽子盖住脸部小睡了一会。不到一会功夫，发哥想起今天出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赶紧起来收拾好遮雨棚，把所有的装备都整理好后，发哥划着小船再次出发寻找合适的新营地。这绝对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最硬核的野外生存狂人。上期说到发哥正在寻找新的营地，然而1天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此刻他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容身之处。前方是一片发哥从没涉及过的新水域，还没划多远，他便在水中捡到了一个超级巨大的福寿螺。这可真是貂蝉坐火箭，美出了天际。我们要知道，
福寿螺那可是发哥最爱吃的美食之一，这般大小的个头，可谓是福寿螺中的少年翘楚。更难得的是，水面上还有很多莲花，这意味着河底下边很可能存在莲藕。莲花浑身都是宝，不仅莲藕可以食用，莲枝莲子也是很好的食物。一想到这里，发哥不管3七21，便毫不客气地开始收集荷花梗。当然，藏在荷花附近的福寿螺也是他收集的目标之一。几分钟不到，船上已经有不少的荷花梗和福寿螺。尽管日子过得比较简朴，但对于来之不易的美食，发哥每一次烹饪都很认真地对待。清理完每一根荷花梗之后，发哥便来到一旁的灌木丛，用力地把枯木从树上掰了下来。遇到胡搅蛮缠的，直接上锯子。食物与干柴都有了，现在只需要找一处环境不错的地方进行烹饪。毕竟谁也希望吃美食的时候有一个宜人的环境进食。不到一会功夫，发哥便来到一处水域寂静、四处相对开阔的地方。小船还没靠近灌木丛，发哥就拿着棍子敲打了几下树木。看来他对青色辣条和巨型水蛭的阴影依然还是心有余悸，挥之不去。在确认没问题之后，发哥便将小船绳拴在边上的树枝上。这时船舱已经积攒了不少的河水，为了能打起炉灶煮饭，就必须先把里面的河水清空才行。毕竟放眼望去，这片水域可以搭建灶台的地方根本不存在。发哥又开始他的骚操作，直接把新鲜的树枝锯断，铺在船舱中，而且依然是2层保险。随着灶台上的火堆冉冉升起，作为手工达人的发哥随手便将一截树枝改造成煮饭的架子。确认架子足够结实后，再把福寿螺装入锅内，最后挂在刚才的树枝上。趁着煮饭的空隙，发哥开始处理刚才的荷花梗。荷花梗需要将外皮撕掉才能食用，既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煮着吃。不过发哥这边还是建议大家熬汤喝，虽说干净又卫生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拥有铁一般的胃。未开花的荷包也是美味佳肴，可以用来当做今天的开胃菜。剥去外面一层花瓣，只留下中间的部分。看发哥吃得津津有味，一口接一口，想必味道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了吧？有没有小伙伴这么吃过呢？欢迎评论区说说，到底是什么味道？也不知道是饿坏的缘故，或者怀念儿时的味道，发哥直接啃起了荷花梗。还好灶台上的福寿螺已经煮熟了，他赶紧把铁锅放在船板上，接着将福寿螺弄出来冷却一会，然后用竹签挑出里面的一大块螺肉，再沾上33粒盐巴，最后一口往嘴里塞，似乎有点咸。还是来点不一样的螺肉汤吧。不到一会的时间，几个硕大肥美的螺肉被吃得一干二净。意犹未尽的发哥把刚才的荷花梗都放入锅中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水，只需片刻，一道清炒河梗就有了。饱餐过后，再喝上一碗夏日特饮，今天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天。像发哥这样无忧无虑的自由生活方式，小伙伴你们喜欢吗？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关注一下吧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